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肖战热度碾压全网，王一博登顶，诚意古装剧封神。当然，2025年的娱乐圈又是一出好戏开场，肖战这个被贴上热度制造机标签的男人，居然又一次稳稳占据了年度热度榜的亚军。这事要是几年前跟你提，大概还得被质疑一句，这是不是靠粉丝硬撑着？但如今，大家反倒开始习惯了他在榜单上高居不下的存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榜首这次换成了王一博，肖战的老搭档。看着这两位昔日搭档如今在榜单上肩并肩，粉丝的内心戏大概能出一本流量大数据心理学了。不过，这份榜单最有趣的地方，其实不是谁排第一，谁排第二，而是背后的那些小故事。比如肖战今年主演的《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》，虽然没有成为票房炸裂的奇迹，但好歹也赚足了面子。尤其是他在影片里饰演的郭靖，几乎成了网友角色适配度考古现场的新素材。这才是真正的郭靖啊！一部分观众激动地想立刻重温金庸，另一部分人却嘀咕，能不能别老是武侠题材，难道没有点突破？你瞧，观众永远都是两张嘴，但这热度偏偏就靠这种互相拉扯给推到榜单前列。反观王一博，他的第一名看似毫无悬念，但细想下来却透着一丝风险。他今年的曝光度几乎是霸屏级别，从电视剧到音乐，从品牌代言到纪录片，没一块落下，以至于有人调侃，这一年要是没看到王一博的脸，可能都不配说自己活在2025年。但这高频操作真的是万能良药吗？热度背后会不会是观众疲劳的开始？没人知道答案。但娱乐圈有个规矩，只要有戏有市场，谁也没工夫质疑太多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提诚意。他这2年古装剧火得一塌糊涂，琉璃打头莲花楼补刀，仿佛每次他穿上古装，屏幕前就有人尖叫。但正因如此，他也被质疑戏路单一，光会拍古装，不拍现代戏，难道是怯场？有趣的是，面对这些质疑，诚意却从不急着回应。他的态度，用粉丝的话说是用作品说话，至于其他的，慢慢看。行吧，这话倒是滴水不漏，但问题是，这种佛系心态能不能撑到他下一部现代剧面世，就很难说了。至于榜单里的其他人，比如王鹤棣，早就靠苍兰诀锁住了大批粉丝。今年虽然没啥大作推出，但凭借代言和各种广告，他的存在感依旧在线。只是没了新剧，粉丝多少有点空虚，毕竟代言再多，也不及一部让人熬夜追的剧来得有冲击力。娱乐圈的规则，其实就是一场流量与实力的博弈局。你不能说流量不重要，但光靠流量撑着，早晚的崩盘。这点肖战算是吃过苦头的。那次227事件后，他几乎经历了一场全民声讨，但撑过那段至暗时刻后，他不仅没掉队，反而越爬越高。有人说这是团队的功劳，有人说是他个人的努力。可实际上，这种东山再起的戏码，不也正是观众最爱看的剧情吗？换句话说，大家嘴上吐槽的欢，但谁不爱看娱乐圈的真香警告呢？再看刘宇宁，他的名字今年也出现在榜单上，靠的就是全能型的跨界操作，唱歌、演戏、上综艺，甚至连公益活动都没落下。这种什么都能干的人设，表面上看是娱乐圈的稀缺品，但问题在于，精力分散之后，每一项领域的深度会不会打折扣？说的再直白一点，观众会不会记不住他到底最擅长什么？这是刘宇宁需要思考的。其实，榜单的发布不仅仅是对明星成绩的总结，更是对整个娱乐生态的一次映射。
为什么榜单里几乎全是年轻艺人？难道资深演员真的没市场了吗？这问题乍一看挺让人唏嘘，但稍微深挖一下，答案可能没那么悲观。年轻艺人靠粉丝打榜撑起热度，资深演员则用作品拉长生命线。市场空间的变化，更多是因为观众需求在变。当然，网友的操作一如既往的热闹。有的评论看着像是冷幽默大赛，肖战这热度不是粉丝顶的，难道是风吹来的？还有人一本正经的质疑，这榜单是不是少了某某某？更有一些粉丝直接开启对骂模式，把评论区吵得比榜单还热闹。只能说，娱乐圈的副产品粉丝文化，有时候比明星本身更吸引眼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榜单只是一个形式，热度只是一个数字，真正决定明星位置的还是作品和实力。肖战的电影票房，王一博的代言成绩，刘宇宁的全能表现，无一不是实打实的数据说话。你可以不喜欢某个艺人，但没法否认，他们的确在行业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。最后，不妨留个问题给你：榜单里那些名字，有多少是你真心喜欢的，又有多少是你觉得不过如此的？其实，娱乐圈本就是一个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兴趣点的地方，而明星的光环，说到底也只是一场表演。有时候，我们对他们的热情和争议，倒不如说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投射。至于明年谁会登顶榜单，这可是比春晚节目单还让人期待的大事。